Hello，各位，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6号周一的下午1点。今天清明连假，还是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上一周没有更新市场回顾的投资账户记录。那今天礼拜一刚好有时间来补拍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周的市场。首先可以看到利率的部分，10年期公债殖利率还是在4.36附近徘徊。我觉得今年降息的几率应该是不高，甚至还有可能要升息。这个利率是差不多这个状况。那看一下美元的部分，货币美元近1个月是涨了1.90%，这5天跟这1天都有在涨。毕竟现在战争，大家都是会把替换成美元的，美元涨对很多大宗商品就不是那么好了。那再看一下美股市场，这1个月差不多都是跌4%左右。可以看到近5天差不多都涨3%。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产业的部分，可以看到这1个月走的比较好，就只有能源。能源产业这1个月是涨了3.87%，但在这1周能源产业是跌了5.29%，其他都是涨的。那看一下原物料的部分，目前油价还是非常夸张，近1个月还是涨了25.90%，但这1周其实已经跌了6.27%，但今天还是暴涨2%。具体来看一下能源的部分，可以看一下油价目前这个1个月是都已经涨了非常夸张了，58%、44%，尤其是这个原油的部分11%，布兰特原油是大概7.53%，在这一天。非常夸张。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就是从新阿法这礼拜整理的文章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川普，伊朗下最后通牒，要求在周2赶紧重启赫姆兹海峡，不然就要发起威胁的这个动武了。在直播应该有跟大家讲过，非常的凶猛的文字，大家还是要具体关注一下周2到底会不会打伊朗的桥梁还有能源设施。那来看一下，其他3篇都是 Stephen Kress 整理的，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他整理了什么。第一个是在3月30号美东下午2点半发的，Argan 这家股票，它要选到那个 AlphaPix 里面，然后暴涨了33%，他就发了这篇贴文，找到相同的一些工业类股。我们来看一下继续讲了什么。第一个就是 Argan 周5大涨了38%，提醒投资人，并非所有的股票都受到相同总体经济压力，就现在很多股票都是受限于油价嘛，不确定性非常大，大家不太敢买股票。但这支股票在财报公布当下直接大涨了38%。重点在往上，29亿美元的订单在手，为大型的电力还有基础建设需求带来明确的获利能见度。下面就是它财报的那些数字，继续往下看一下，它具体提到工业类股受惠于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趋势，这个趋势不容易受到什么短期总体经济的波动影响，因此在营建跟工程产业多年期在手的订单可以转化成获利的实力，持续的价格动能。下面也选了3个类似的工业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档是这个 STIL。那第2档是这个 MTZ， 那第3档是这个 MYRG， 大家可以具体参考一下这3档。最后的结论就是工业产业，特别是营建跟工程，有机会受惠于未来的什么循环性需求。此外，虽然地缘政治跟总体经济压抑市场的情绪，像刚刚提的那3档的高品质公司，凭借着强劲的在手订单，可以吸引很多投资人目光跟延续战前的价格动能，在充满不确定性跟市场波动的环境下，这3档是可以去找机会去布局的。那下一篇是讲黄金的，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叫做重返黄金，黄金价格反弹下的5大黄金股首选。OK， 可以具体看一下。先讲黄金反弹，黄金金价在伊朗冲突升温后大幅回落，因油价飙升引发了通膨疑虑，美元走强，并降低了这个短期内降息的预测，市场就全面抛出黄金的部位。包括黄金现货还有黄金的矿业股。那尽管这个市场波动剧烈，黄金随着投资人重新评估近期的这个超卖的估值架构，以及黄金长期作为这个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避险资产角色后出现了反弹。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来源是这个 Bloomberg， 是避险基金在2024这里有进行一个买盘，把黄金推上去。接下来。现在这个是 Retail and Institutional Buyer Pile In， 有这个机构买入，又把黄金价格推上去，近期有点回落，是这个状况。支撑黄金价格结构性的驱动因素依然稳固，包括什么？政府的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的紧张持续，以及央行为了分散储备而带的强劲需求。富国银行的分析师对黄金维持强烈多头看法，而且他预估2026年底金价会涨到每盎司6100到6300，6000到6000是非常高，现在才4000多，对不对？主因是什么？央行需求持续，以及美国公债殖利率与美元最终将趋于缓和。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美元是有涨起来的，公债殖利率也是维持，不一定会降息。虽然土耳其央行为短期流动性的需求而大量抛售黄金储备，但全球需求趋势远高于历史平均。近期波动一度让黄金的避险资产地位受到质疑。黄金协会在每周的市场监测报告当中也有说，黄金最终再次证明它的韧性。他是怎么说？他说，回顾各国央行持有黄金的主要动机，我们认为，尽管有个别抛售或交换安排，但其配置黄金的战略考量并未改变。事实上，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
这些行动更凸显了黄金于压力时期的长期战略角色，而非削弱它的地位。具备高效率营运、资产负债表稳健以及新案开发矿业公司，将因金价上涨而获得放大收益。过去一年，黄金矿业股是表现是优于黄金现货的，金价带动营收、盈余以及现金流的大幅成长。可以看一下这个 GD 差，之前跟各位讲过了，这个就是包括黄金那些公司。那 GLD 就是黄金的 ETF， 这两个 ETF 可以看到 GD 差是明显跑赢这个 GLD， 大概2倍的这个报酬，是因为有什么？因为有高效率的营运跟资产负债表的稳健，这种关系意为双向。由于矿业股表现金价高度联动，当前宏观环境转换的时候，股价下降的也会比那个黄金的 ETF 下降还快。利率预期、货币强弱以及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管理层难以控制的短期波动，因此基本面显得格外重要。具备高利润率、成本可控以及成长明确性的公司，更能抵御什么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Stephen Crisis 也是为各位挑选了5档升点黄金股，第一档是这个 AUGO， 第二档是 CDE， 第三档是 ORLA， 第四档是 NEN， 就是我在2月6号选的时候有选到的，第五档是 GFI， 这档我有选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最后结论是说，逢低布局黄金股的首选。中东战事导致金价暴跌，及能源价格飙升，通膨疑虑升温，投资人急于变现，美元走强与短期降息预期降低，加剧跌势。为黄金长期结构利多以及多头逻辑依旧，尽管波动剧烈，黄金在银行跟资产管理人重新评估其地缘政治与风险升高下的避险价值后反弹。然后选出了这5档，大家可以具体观察一下。那我们再看它第3个分析，第3个分析是逢低布局5档平均未来 EPS 成长 197% 的顶尖科技股。可以看一下，伊朗战争波动，恐惧带来机会。极度恐慌推升市场波动，随着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飙升，引发通膨上升、经济放缓以及降息延迟的担忧，市场一度因外交进展的希望反弹，但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未来将在数周内对伊朗发动强烈打击后，市场再度下挫。再看一下这个 VIX 指数近期触及自1年前解放日关税混乱以来的新高，而标普500跟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过去1个月均下跌。年初因 AI 颠覆与大型科技估值过高而呈现的盘整。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CNN 的 Fear and Greed Index 恐慌指数，可以看一下目前是在这个14，是 Extreme Fear， 就大家都是非常恐慌的一个状态。市场下跌期间的恐慌性抛售可能导致财务损失。历史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市场在地缘政治冲击后，通常都是会反弹的。股票在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后出现了短期波动，但随着时间推移，标普500中位数报酬在3月到12个月都会转为正值。下面就是统计了这些战争，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有哪一些战争，去统计 SPY 中位数报酬会在哪里。3个月后会是涨 2.7%， 6个月后涨 5.3%， 12个月后会涨 7.4%。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些战争给吓到，它意思是说美股终究会回来的，这是历史的统计。这些战争、地缘政治的冲突终究会把美股打回来的。可以看一下过去市场反弹时，基本面强劲股票往往恢复的最快。从2010年以来，标普500经历5次至少 15% 的回板后，平均随后的复苏期上升约 50%。他们 Thinking Alpha 自己挑出来的前10名股票呢，平均涨超过 117%， 这也就是说他们挑的比 SPY 还好的意思。科技股随着伊朗战争升温回档，高品质 AI 基础建设和晶片股受创尤深。尽管部分公司的盈余表现亮眼，尽管市场对 AI 相关资本支出的高估值有所疑虑，科技产业今年盈余预计将大幅增长。根据这个 Facet 的数据就是标普500科技产业的分析师预测，自从去年底以来持续上修，目前共是2026第一季盈余成长大概是 45%。那 Thinking Alpha 量化评分前段班科技股在未来盈余营收成长上明显大于这个大盘还有7巨头。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 Top 5的科技股的平均成长，可以看一下。Forward 的这个 Revenue Growth 大概是 58%，Forward EPS Growth 大概是 197%， 很夸张。那 S&P 500的这个 Forward Growth Rate 大概是多少 ？Revenue 是 6%，EPS 是 10.6%。那如果是7巨头的话 ，Revenue 是 17%， 然后 EPS 是 20%。他们这个 Thinking Alpha 挑出来是 58% 跟 197%， 是强烈碾压。然后近期科技股回档主要是受到是外部因素影响，而非基本面的恶化。机会在于挑选基本面依然稳健的股票，在这种波动环境下，纪律跟数据导向的选股策略尤为重要。Thinking Alpha 这边也帮你选出了5档未来高 EPS 的顶尖科技股。那这边是讲它怎么选的。那第一档就是 MU， 又是 MU， 永远的神 MU。那接下来第2档是这个 CRDO 也是 Stephen Crisis 一直选到的一只股票。再往下是这个 LIT， 你相信光吗 ？LIT 他也选到 LIT 近期也是相当的强势，矽光子的股票。
再看一下这个 CGNT 这档我就没什么听过了。CGNT 第5档是这个 S， 这也没什么听过，也是小公司，大家可以具体参考一下。那讲一下它的结论：逢低布局未来 EPS 高成长顶尖的科技股，一度恐慌笼罩市场。伊朗战争局势与白宫讯息混杂推升波动，历史上的恐慌性抛售通常是会错失良机啊。市场自真港事件以来，多次从政治冲击中复苏。科技产业过去30天虽然下跌，但2026年盈余成长预期依然强劲，对基本面稳健的个股带来买进的机会啊。刚刚上面选的那5档，大家具体可以参考一下。OK， 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 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那接下来回顾一下我的账户的记录，那可以看到我在2022年3月23号有选了2档多吧，那10档 Always Select 在2月6号是选的股票，10档卖掉，换成这2档 SanDisk 跟 MU。影片应该大家还没看，放在这里，这样就有说为什么会换成这2档的原因。目前 QuantScore 都还是4.99分，都还是顶的。目前的持股状况是 SanDisk 是跌了 1.62% total 啦 ，MU 是跌了12.72%， 总跌幅是7.13%。那再看一下 Stephen Crisis Top 10， 就是2026年1月12号挑到那个 QuantScore， 目前5档还是在 Strong Buy， 那2档在 Buy， 那3档在 Hold 的分别是 COHR， 还有这个 CIEN， 还有 ALL， 这3档是 Hold。可以看到那个 WLDN 虽然跌了很多，但现在的 QuantScore 也是在什么？也是在 Buy 的买进的这个 QuantScore。那至于这3档为什么在 Hold？ 我觉得有2档的那个估值有点太高，那个 ALL 是金融的，成长性有点衰退下来，所以3档掉到 Hold 的这个评分。那可以看一下那个 Holding 的状况呢，目前呢都是涨了 11.06%， 那其中跌最惨就是 WLDN 嘛，它有一个大幅的下杀。那涨最多呢是这个 CIEN， 已经快翻倍了哦，1月10号现在已经 96.93%， 已经快翻倍了。那第2名是这个 COHR， 然后接下来就是 ATI， 其他的表现就一般般。那再看一下2月6号就是我自己选的那10档已经被抛售掉，他们的 QuantScore 表现如何？蛮多都金矿股的嘛，就是目前是 GFI、HBN、NEN， 还有 TIMB， 还有 MU 这5档是双 Buy， 那 INCY 是 Buy， 那其他呢这4档金矿股都是 Hold， 因为估值都还是有点太高了。好，那 Holding 的状况，假如我没有卖的话，目前一样会是负的这个 3.25%， 但是我是卖光了，都换成那2档了。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商品技术分析的状况啊。OK， 可以先看到这个美元指数的话，目前已经跳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哦，就是它已经跳上200日 MA 跟 ENA 了，而且200日 MA 跟 ENA 就是这个深蓝色跟浅蓝色的这个部分，这2根均线呢都已经拐头了。你可以看一下抵扣价在这个部分都已经拐头了哦，所以可能美元真的要开始走强了。那美元走强，基本上对很多大宗商品都是很不好的。目前是我看起来是长这样。那看一下刚刚讲黄金嘛，黄金 GLD 的部分目前还是这里有被双交叉，这有被双交叉对不对？这边有个双交叉下来之后呢，目前还没有站上20NA， 然后但是200日 NA 跟120NA 感觉有一个支撑，有把这个价格给支撑回来。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周线，120NA 可以看一下周线。这边目前就是到底有没有上穿这个周线的20NA， 可以具体再观察一下。如果有站上的话呢，基本上它这个修正都走完；但如果没有站上的话呢，基本上就还要继续再修正。这是黄金的部分。然后目前黄金盎司是4700块，4700美金。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USO 石油的部分，目前也是处在高位，一直在创新高的状况下，非常危险。然后目前一桶是111.46美金。然后这个布兰特原油的 ETF 呢，也是处于高位，目前一桶是差不多109.82美金，也都是处在高位，然后都在20NA 之上，都还没有回落的趋势。这个打到20NA 都有在涨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接近20NA 都还涨上去，所以基本上这个原油跟这个布兰特原油都是非常强势的商品啊。目前如果中东战事再烧上去呢，我觉得这个油价会处于一个不可控制的状况。一样来看一下美股SPY 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先看周线级别，打到这个60 MA 跟60 ENA 好像有个反弹，有个下影线有反弹，而且可以具体看一下这边弹上来之后呢，目前在这个日线200日 MA 附近，之前写了嘛，大概659，看能不能过659，看能不能过。如果重新站回这200日 MA 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会把我自己之前卖掉 SP 差了全部买回来。
这个地方可以全部买回来。目前是处在这个200日 MA 跟 EMA 之间，可以具体再观察一下会不会站上去。那 QQQ 这些都很像，就是我都说他们有点回撤完的感觉，因为打到这个周线级别的60 MA 跟60 MA 都有拉很长的下影。然后目前日线的话呢，这个 QQ 还没有站上200日 MA 跟200日 EMA 还没站上，所以是比 SPY 还烂的。那看一下道琼的话，周线一样打到这个周线的60 MA 跟60 EMA 是有小小的反弹的。反弹的状况呢，可以看一下它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它是已经站上了哦，收盘价是已经收上了这个200日 MA 了，200日 MA 未来可以看能不能站上20日 MA，200日 MA 是已经站上，看未来能不能再往上开。再往上开，我觉得可能回调有点快走完了哦。这里加码的可以考虑加码，如果道琼的部分。那再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呢，也可以先从周线来看，周线目前打到20日均线，周线级别的20日均线哦，然后也拉了一个长长下影。感觉也是有支撑的感觉，但具体它这里是有一根交叉线的话呢，有一个交叉就是在这里20 NA 下穿60 NA， 但是21 NA 还没下穿60 NA， 所以它还不能说是双交叉哦。要是未来呢能赶快站上去，把原本这个20 NA 交叉回来的话，我觉得 TSM 可以走出一个新的多头。所以台积电还是很强，还是很强势。目前虽然修正，但是可以未来观察这里有没有加码机会。那再看一下台股的话呢，0050的话，周线都没碰到20 NA， 周线都没碰到。但是日线的话呢，目前是位在20 NA 跟60 NA 之间交叉移动，未来看会往哪边突破。如果 TSM 走好的话，我觉得高几率可以把价格往上带回来。所以台股的话，目前修正，再往这个末梢修正，看未来会选择哪个方向，所以要具体关注。如果往下选择的话，基本上可以先选择避险，可以先选择避险。好，那台指期基本上跟0050差不多，就是在这个20跟60之间走，大家可以具体观察一下，最后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喷出去，已经走到末梢的部分了。OK。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投资账务记录还有市场回顾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是有不懂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然后最近这个连假我有发3支影片，一支是江南银行的，一支是 TradingView 的，然后一直是为什么换股票的。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呢，也赶紧去帮忙看一下影片，顺便点个赞，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呢，下面也可以点赞，然后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对股票哪一些不懂的部分，然后我也看到留言呢，我也都会回复。或是如果想要跟我有更多互动的话呢，在每周3跟每周日的晚上8点45分，我都会在我的频道开启直播，那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也可以在上面提出问题。基本上看到呢，我也会实际带你去分析，然后看这张股票。好了，那这一集讲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 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